你下巴那边都结晶沙，胸口这边超黑的哦。胸口的话，我们通常是心肺，如果是一般人会很胸闷。再另外一个是它前侧张力因为太高了，所以这边整个含住之后，它这边的组织液会下不来，所以就会脖子肿。以目前所有的沙来讲，关键是这一个。那这个是我们的胸骨，胸骨下面是胸腺，它其实也掌管免疫，所以我这边刮开之后，它会自己往后流。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口腔体本身，就是在嘴巴周围，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刮痧把硬体结构让它慢慢的可以跟上。有没有？有耶！哎，你有在吞口水耶。癫痫大概快1岁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他眼睛有些微的往上掉。但是小朋友有一个算是优势，因为小朋友他的再生能力非常的强，他的大脑重塑能力非常的厉害，所以当时候虽然有很多空洞，可是可能医生也观察到，其实瑞宇的动作其实还好，好像是只有哪一边会有一些。对，因为他伤比较多的是左脑，所以他其实他是右边偏瘫，然后伤最多其实是嘴巴、口腔的部分。口腔哦，所以直接吸回去。对，所以他嘴巴就是比较低张，然后舌头偏瘫，他舌头是瘫的。所以一直到5年前吧，才开始就是吃有一点点固态的东西，否则之前都是用奶瓶在喝那些食物泥啊。稍微摸一下下，我觉得好像脖子稍微比较紧一点点。那其实我们包含说吞咽或口腔，其实都会跟脖子有关。那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稍微刮一下，来稍微刮一下，没问题。那您的部分呢？我的部分，我可能是在操持这些家事，还有就是工作上面的事，因为要带他出门的话，要带很多繁重的东西。举例来说，我女儿对，没错，就是因为他吃东西他要打嘛，所以打的机器，还有他的奶瓶、他的所有的围兜啊、口罩啊，可能要换洗的东西，所以扛一堆东西在身上的时候，那个好像耐力训练，又要抓住他，他很开心就会开始乱跑。他算是脑性麻痹中，就是营养还算蛮生活角龙。对对啊，行动哇塞如脱兔哎，好，他要慢一点，慢一点，好吗？那我们接下来换瑞宇了，而且瑞宇其实是有出现在很大的 YouTuber 的影片当中，对不对？你的偶像是谁？你看他没有说慧君，果然是小朋友。没有。那我现在看一下瑞宇的身体状况，我觉得他后面可能因为青春期14岁嘛，所以他其实痘痘其实是蛮多的。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因为家里刚好那个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落地窗，可是同时太阳光也会比较多，所以会建议就是如果家里面太热的话，可以去种一些植物，或是窗户把它关起来会比较好。那因为瑞宇如果说比较长时间在家的话，那个热气就会很容易被身体吸收。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等一下就可以靠刮痧来处理。那瑞宇，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慧君阿姨要开始喽。好，先涂一些油。所以妈妈和瑞宇他现在是念国二。那今天是请假吗？他在家自学。在家自学是什么概念？现在政府有让实验学校啊，或者是不同的学习方式。那国小阶段我们是都有请陪读，跟他进去陪读，因为他还没有办法生活自理嘛。对。然后因为只有一只手的关系，所以基本上翻书啊或者收拾东西的时候，基本上2只手要一起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就会有困难。那国中阶段就是国中方会比较觉得陪读进去教室对他们来说比较不好，对青少年来说会比较干扰。这个可是也算是他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脑伤的关系啦，就是他睡眠的时间会很长，他每天大概平均睡12小时。对于学校的作息啊，或者是速度啊，我觉得就会有点跟不上。那在家的话是谁教？妈妈教。你教？所以那您本身的工作是？还有我在教书，我是老师。你本身就是个老师？对，我本身是老师，我教大学。你教大学生，然后你要回来教国中生？是。这个，我觉得教幼稚园就很挑战了呢。
没错，所以对于我是理科的啦，你是理科对，我是，OK 理。科。对理科来说，就是社会科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内容。好吗？我先讲一下，他这边刚好脊椎这边有颗痘，我直接刮爆它了，对没问题 OK 哈，瑞宇 OK 会有点痛哦，可以吗？这应该也有被我挤爆的痕迹，这是你们平常的情绪吗？就是挤痘痘。因为他现在还不会自己洗澡，所以还是我在帮他洗澡，所以我就会帮他把一些该处理的东西帮他处理掉的。因为毕竟洗澡肢体有张力，确实会难一点点啦。对所以你平常要上课教书，然后回家主要负责瑞宇的，就是要让他学习。是这件事情压力听起来很大对，所以那个每天的时间啊，然后行程啊，就是要一直想怎样子安排才会比较顺，然后大家都可以做到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之前他还是得回学校考试，自学生他需要一些成绩才可以升学。那如果他们现在有好几种升学方案嘛，对，如果要用一些在学校的成绩就学的话，那学校成绩会很重要。那个学校成绩不可以是就是家长自己评估，必须要由学校方评估，就是公正第三方的。对，所以他都有回学校考试，然后交作业，让老师给平常成绩。你考试还好吗，瑞宇？他还不错，我觉得还行，都有到达妈妈的标准。那你喜欢读书吗？你现在是？你现在是放空吗？太舒服。这位小朋友，你现在是放空吗？吞一下。阿姨虽然今天才认识你，但我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你是不是在敷衍我这件事情？所以你是喜欢读书吗？喜欢。啊，你喜欢？那你最喜欢哪一科？都喜欢。都喜欢。一个是数学。数学哦，他最喜欢数学。因为妈妈教数学，就比较有方法教法。你场面话很狗腿哦。我现在在帮他刮，然后因为他有比较多痘痘的关系，所以我们通常会加一点无瑕跟紧致油。好，那它会对这种痘痘的皮肤啊，会比较有帮助，所以我们会一般刮痧油，然后再加功能油。不错，它没有散因为我平常帮他挤痘痘，哇，挤痘痘是真的蛮痛的。真的吗？我觉得蛮痛的，我可以理解你。你看哦，它有很多我们俗称叫毒素，你会发现它的痧是出现在肩胛骨中间往下这边，它上面其实是刮不太出来的，这边也都是，所以它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来讲叫做铠甲人，有点像是异位性皮肤炎的那种状况，我们叫做铠甲人。那这种铠甲其实是来自于平常，我觉得你压力蛮大的，瑞宇。有可能是妈妈给的，是吗？你会怎么要求他？就是该做的功课，譬如说作业啊、学校的课本啊、讲义啊这些东西，就是要学会，要做完，这样。我很想请问，就是因为您读到蛮好的学历，所以当知道说他是有挑战的小孩的时候，你那时候真的一个瞬间你就接受了吗？其实真的是耶，就是哦是哦好啊呢。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婆婆的一句话也帮助我蛮大。她的意思是说，是会找你的孩子，就是会找你。当然当下的时候会很担心说，从一个完全没有看到的小孩，我接下来要怎么教他这件事情？我可能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吧。我觉得就老天爷看得起我，就是觉得说啊，这个小孩就是我应该可以教得动养得起这样子，所以我就还蛮能接受。然后先生也蛮配合的，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少好几条神经吧，他完全无感。他就是觉得说遇到了那就接受，就这样子。只是他脑伤的状况确实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还要多很多。就是怎么说？刚开始他们照那个脑部超音波，告诉我们说，他脑里面白白的这样子。那我怀疑可能是产程的关系，他可能就是有点产程延迟。后来才知道他那个脑血管异常，就是有一些受伤的状态。那个东西会影响到什么，其实不太清楚。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唤醒的事情，就是看他可不可以用别的比较不常用的脑，然后来帮助他坏掉的脑，然后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小时候就很忙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右边比较差，所以所有东西都放右边。
就是努力让他、我知道对用右手或右边的肢多一点体去刺激对，就给他刺激。所以他的婴儿床非常的缤纷，就是全部都是右边都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在打扰他，只是舌头瘫的状况就是真的比较因为舌头没办法严东西重，对，没办法舔，是有点痛吗？有一点，对不对？我看你越立越高，舌头真的很难。那时候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只是感觉他一直哀哀叫，然后喂东西吃进去之后就吐，应该是说医师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状况。后来才发现，不是他不想吃，他很想吃，他基本上是爱吃的孩子。对他很想吃，只是他舌头只有往前吐的动作，他就只会这样，他不会侧翻。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啊，我们可以很顺利的这样吃东西，有没有？你会很沮丧吗？你不会很沮丧？乐观。哦，他很乐观，他很乐观对，他是乐观的孩子，他的个性救了他啦，就是他的个性都还蛮能逆来顺受的，就是他就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接受它，然后接下来就继续做事情。你觉得你乐观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你觉得妈妈很认真帮助你吗？还是你自己也很想要做到这些事情？哦，所以你很努力。那你后来你有在自己练习吗？是偶尔会偷懒，还是什么？练习什么事情？吞口水。你会练习吞口水，所以你每天都有很认真的练习吞口水。那你看到妈妈这样陪你学习，你觉得怎么样？很开心。很开心啊！你很喜欢妈妈在你旁边。那你会觉得妈妈教你的时候太严格吗？还是还好？还好。你很喜欢。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他一直在拱腰，他会习惯，但是他其实收得回来，你看他会回来，所以他其实他是可以控制，只是他习惯这样。所以瑞宇，你不要习惯一直挺出去你的肚肚，好不好？我们先回来一点点。对，那这边你会发现他出了一点沙，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他的沙比较少，但这个是排便最后一里路。那通常我们要排便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要让自己比较放松，才可以排便。它不是只有痘痘而已，它是里面都是那种一颗一颗，然后白白的。所以对于他的身体语言来讲，他其实是蛮紧张的。然后我感受到的是，他其实是蛮想要去做到大人们对他的期待吧。你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有，对，他好胜心很强。有这种不想要成为别人负担的感觉。所以他其实很努力，然后包含阿公的期许，他其实他都可以感受得到。可是他的身体，他的硬体其实配备不见得那么的好，要慢慢来，慢慢来。可是他的心智太强了，所以会变成他的心智会有点恨这个身体不成钢，所以导致于他的身体一直在长出很像铠甲的保护网。其实有一点受伤，对不对，亲爱的？你还好，还可以。他很乐观，他很乐观是来自于他的灵魂很想要做很多事情，而且因为你们都是很优秀，然后很棒的人，所以他其实有受到这种熏陶，他会觉得说，对啊，为什么我不行呢？所以他一直很想去试。可是有的时候这一个硬体的构造，它有它现阶段的限制。我说现阶段，那不是说不能够做到，只是有的时候瑞宇你要去做的时候，你不能够只是用你的大脑一直在控制这件事情，你要很知道你身体要什么。我觉得你会比较好跟他就是合作，他会比较舒服，然后你们也比较不会压力太大。对，好，那我们后面刮完了之后，后面主要是第一个是痘痘，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让它多大便这样子。那痘痘的话，还是要让它代谢比较好一点，它才有办法消嘛。那我们前侧的话，等一下会着重在的是脖子，因为我觉得脖子太硬。那我跟脖子有关的话，其实锁骨是关键，可以吗？还好吧，这边我可能要大力一点哦。开始有点痛，对不对？我让它直接出痧哦。前面因为我要倒脖子的关系，所以前面我会让它出痧。好，来这边忍耐一下下哦。很痛，对不对？这边有点痛哦。好，
这个出来。好，那接下来前胸哦。好，这个一样先帮你散热，然后跟做一下脖子血液循环可以跑的地方。大家很紧张，你看这边全部纱，这边纱都很重。有时候是因为张力会一直让它耸肩。回来 ，come back， 不要躲。对你不要咬到自己哦，还可以吗？我帮你 hold 着你的脸。直接有点痛，对不对？因为吞咽啊，它虽然是低张，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例如说这边低张，其他高张，筋膜层它还是会一起抓紧，所以它就会不好控制，就已经没有力了。可是它变成说还要跟人家拔河，它就会更惨。所以我们就要把别人的阻力先降下来。你看这边直接出痧了。那我们这边其实是靠近颈动脉，所以我们要手法要比较小心。耳朵痛哦，还行吗？瑞宇还在吗？呼叫瑞宇。你下巴那边都结晶纱，胸口这边超黑的哦。代表什么意思？胸口的话，我们通常是心肺，然后外加的是，如果是一般人会很胸闷。再来另外一个是它前车张力因为太高了，所以这边整个含住之后，它这边的组织液会下不来，所以就会脖子肿。所以我们把这边带一带之后，上面的血液循环才会下来。这边超黑的，这边是唯一它出痧比较多的地方。你现在有办法吞口水吗？好，你有没有觉得舌头比较好控制？以目前所有的痧来讲，关键是这个。那这个是我们的胸骨，胸骨下面是胸腺，它其实也掌管免疫。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这边其实都是走淋巴。所以如果说这边是大淋巴，就是就头耳的那种感觉，头目在这里，然后这边是它的支线。如果头目它堵住，你支线会下不来。所以我这边刮开之后，它会自己往后流。有没有？有耶！因为它，你看我们刮完之后，它其实就比较不会一直往前了。哎，你有在吞口水耶？比较好吞，对不对？有没有比较好吞？哎，很少看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口腔体本身，就是在嘴巴周围，在这个地方，灵魂是很想冲的，可是它只是硬体结构现在跟不上，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刮痧把硬体结构让它慢慢的可以跟上。太感谢了！哇塞！好，我们用刮筋盘的话，以一个咀嚼口腔来讲，我们的咀嚼肌它的原始点是在耳朵前面的孔的地方。我们这边就刚刮爸爸那个很痛的地方，我们这边一样先上往下顺刮，会有点痛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很像一个微笑曲线一样，从可以它的嘴角往上，就像这个地方，这里，我们的颧骨这边一样可以往上顺刮。它反而是这个地方颗粒感比较多，可能会有点红，可以吗？有点小出痧，可以吗？可能大家会知道那个慧君阿姨来过你家，然后你也冰奶安忙，但这个大概2天左右会退掉，一样热敷按摩就好了。哦，你太阳穴长痘痘，不行，太阳穴这边一样有很多痧哦，这里。很少人这边很明显就有痧，我觉得他其实想蛮多东西的，你是不是想很多事啊？被我发现了，被我发现了。因为这边是思考的，你明天要去学校打预防针的，人家以为家暴。忍耐一下哦，我们要再一次哦，嘴巴这里哦，微笑曲线哦，然后还有颧骨的地方，颧骨的地方都比较有痧，它都是走太阳穴两边都有，所以感性理性它一直都在思考。瑞宇你都在想什么？可以说吗？他常常在想说他接下来工作要做什么事情。哦，你在想你的工作要做什么？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开车就是在路上，他会看到某些东西，问我说这个是什么职业？那我可以做这个吗？或者是对他开始在想说他接下来可以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有最想要做的事吗？还想做也要用办法做。很想做没办法做哦，有啦，他昨天跟我说他想要自己出去买东西，然后想要自己搭捷运，也有尝试让他自己去买东西，可是我们就是会在后面偷偷跟着，因为他不协调嘛，很怕他当中就是第一个人家可能听不懂他讲话，或者是他跌倒了，拿东西拿不稳，因为只有一只手，所以就是还没有放他自己一个人过。对，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刚好是母亲节。你要不要跟妈妈说什么话？你会被记录在。哦，好，我也爱你啊。你有每天说吗？有啊，我就知道。
因为他感觉起来讲得很顺口。有啊，每天报啊，每天说啊，有每天。好，那之后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训练，就是如果说你要去买东西，你一定要可以先讲话，让别人会比较容易听懂。那我们现在把这边刮完了之后，你可以去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发声的练习，像 R E U A O 啊，对不对？还有唱歌啊，你要慢慢的唱，深情款款的唱，你的咬文嚼字才会越来越进步。还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还是可以有很多对未来的想象。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先把硬体处理好，再来就是我们要用对方法。好，感谢瑞瑜。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换瑞瑜妈妈喽。谢谢。很棒。那我跟慧君老师说你好棒，好不好？很棒哦。妈妈，我觉得你真的是乐观的，就是虽然说你很累，可是你的沙啊，其实算蛮容易就出来的，而且你的沙是走线型的，但我们通常像这种线型的啊，通常这个人会很正，但是很内外一致，对，就不会太拐弯抹角。你小时候你所感受到的，你觉得你比其他人还要来多承受一点什么呢？期待吧。就是期待，对，就是会希望你有好一点的成就，全军的希望那种感觉。对，反而好像瑞瑜的到来，有让你重新理解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对，就比较会放慢角度。你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人吗？还是你已经忘记？对，你还记得你没有结婚的那个时候吗？我想一想。不是阿上的时候，我想想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就是融入妈妈这个角色了。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常常被同学们叫说我是阿上了，就是负责家里的生活用品的采买啊，或者是，对我就还蛮居家型的。我妈妈家他们有25个兄弟姐妹耶，25个，25个，对。太惊人啦！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